大娘，您的包。少夫人，您这跑得也太快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？要不是这裙子不方便，早抓到那小偷。少夫人，少爷，知许，你怎么来了？堂堂苏家少夫人，竟然在大街上抓贼，成何体统？我这不是从小跟着祖父在山上跑惯了吗？总在府里待着，太无聊了。你这丫头，婚期已近，我得回老家一趟，将母亲跟弟弟接来洛城。这段时日，你多去绣坊学学女红。去绣坊干嘛？我这钢筋铁骨的，整不明白那些针线活。虽说咱们的婚服交给绣坊来做了，可按习俗来说，这婚服是得新娘自己来的。你怎么也得带在婚服上绣2针，做做样子。你不是说半个月后城主举办的宴会十分重要？你现在回老家还赶得回来吗？放心，我定在宴会开始前赶回来，不会耽误的。我现在派人送你去绣坊。不用，我自己能去。好，走啦。没想到穿越回古代，还免不了上学打工的命运。通知绣坊，准备迎接少夫人。是，少爷。都把手里活放放。苏家未来的少夫人要来咱们绣坊，跟新进的绣娘一起学艺，快跟我去门口迎接。行了，大家都回去忙吧。欢迎仪式不用搞得这么隆重。你新来的绣娘吧？怎么来这么晚？少夫人都要到了，快站好！我不就是少夫人？难道还有别家的少夫人也来了？如此华贵的轿子，整个洛城恐怕只有苏家才用得起。大家快随我一同拜见少夫人。走啊！诸位好，我是新晋的绣娘安堂。见过少夫人。诸位这是何意？少夫人，您来之前，少爷已经吩咐过了小人了，说您要来咱们绣坊学习女红。小的是绣坊管事赵月，有事您尽管找我。原来这绣坊管事是把我当成苏家少夫人了。也好，正好可以利用下这层身份，说不定真能被苏少爷看上。到时候我还做什么绣娘啊？赵管事客气了。安堂，真的是你？你是？你不认得我了？我叶梦离啊，咱俩小时候在一个村子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你。怎么可能？你忘了？我祖父是猎户，你小时候可常来我家蹭肉吃。你这人真是没脸没皮，少夫人都说不认识你了，还不快躲开！少夫人这边请，小心台阶。一个谄媚的管事，一个假冒的少夫人。苏知许，你这绣坊还真是乌烟瘴气。也罢，本姑娘就替你好好正一正绣坊的风气。少夫人，这件就是您大婚时要穿的婚服，你看看还有何处不满意，我们抓紧时间改。这料子，不愧是洛城首富成婚用的婚服，还不错。只是怎么多出了条带子？这是按您的要求改的？我的要求？取下来我试试吧。这根带子太碍事了，还不好看。拿个剪子过来，把它剪了。是，少夫人。不能剪！不过是一根带子而已，为何不能剪？
这根带子可是有很特别的用处，而且这还是少夫人专门要求的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难不成你是假的？我当然知道，我只是觉得之前的想法有问题，所以现在不想要这根带子了，不可以吗？这是少夫人的婚服，少夫人自然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。你一个绣娘多什么嘴？还不干活去！你这嘴是真硬啊！既然你觉得这带子多余，我便让你看看这带子到底有什么作用。少夫人，您没事吧？你这个绣娘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毁坏少夫人的婚服，让少夫人当众出丑！来人，将这个贱婢乱棍打出去！慢着，谁说我把婚服弄坏了？不信你让他站起来给你们看看。这婚服里面怎么还有一件衣服？少夫人想在大婚之时多换一套婚服，可如今这个时代的婚服更换起来实在是太过麻烦，所以专门设计了这根带子，只要一转就能直接换好。安堂，你不是苏家少夫人吗？你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呢？我衣服太多，我忘记了。我看你分明就是冒充的。大胆！你一个绣娘还敢质疑少夫人？少夫人贵人多忘事，一时想不起来多正常。倒是你，擅自抽开这带子，损坏婚服，让少夫人在大婚时还怎么穿？我说了，这婚服没坏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怎么回事？在门外就听见你们吵吵嚷嚷的。赵管事，这个贱人毁了少夫人的婚服，距离少夫人大婚之日可没多久了。现在绣坊可根本来不及再赶制一件出来呀！什么？竟有此事？少夫人，王翠所说是否属实？不错，叶梦离她确实损坏了婚服。该怎么处理？你这个绣坊管事应当明白。依绣坊规矩，损毁贵人服饰，当罚月钱10月，杖责20。少夫人，您看小人这么处理，您可满意？就这么办吧。来人！我说过了，那婚服根本就没有坏，你连事情都没搞清楚，就妄自下结论。这个绣坊的管事怎么当的？你个新来的绣娘，还敢质疑我？把她给我押出去！这绣坊的护院不过如此。你想干什么？这里可是苏氏绣坊，你胆敢在此行凶，苏家定然不会放过你们！站好，别动！瞪大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这婚服坏是没坏。这婚服确实好好的，没有坏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见到那婚服被他给弄坏了。好了，既然叶梦玲她没有损坏婚服，那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，谁都别再提了。是，少夫人。真会装模作样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既然少夫人跟苏家大少爷的好事将近，想必半个月后城主府举办的落成商宴，你也要参加的吧？不如少夫人带我们长长见识。你不是愿意装苏家少夫人吗？
本姑娘倒要看看，你还能装多久？洛城商宴，据说整个中原有头有脸的商贾世家都会参加。要是能被其中哪位公子看上，可都是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好事啊！少夫人，您可一定得带我们去见见世面啊！苏家可是洛城首富，少夫人多带几个随从去参加宴会，想必没什么问题吧？是啊，少夫人，这点小小的要求，你一定不会拒绝吧？少夫人怎么如此为难？难不成你参加不了洛城商会？谁说我参加不了？不过是个宴会而已，到时候带你们一起去便是。除了你，参加宴会的人个个身份尊贵，你要是在宴会上撒泼，丢的可是我苏家的脸。本姑娘才不稀罕，我有的是办法。装模作样，她一个小小的绣娘，没有少夫人帮忙，怎么可能参加得了洛城商宴？行了，别提那个贱人了。少夫人，我这就帮您挑选参加宴会的衣服。你们几个都挑些衣裳，到时候我带你们见识见识洛城最为盛大的宴会。我不同意。我们苏家怎么说也是名门望族，你现在又是洛城首富，想娶什么样的姑娘娶不到？娘说的对，大哥，你就是娶洛城城主的千金，那也不算高攀。她一个猎户的孙女，怎么配得上苏家，配得上你？出身又决定不了一切。梦离的出身是差些，可也是清白人家。就她那样的出身，不该能接触到你。谁知道她是不是用了什么下作的手段？娘，梦玲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当年想要勾引你爹的狐狸精，能从这儿排到城门口。娘是过来人，最懂这些出身卑微的女子在想什么。是孩儿跟她求的亲。梦离她真不是您说的那种攀附权贵的姑娘。我看你是被那小狐狸精给迷住了。娘，请您消消气儿。大哥在洛城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想必是看不上那些庸脂俗粉的。要不这样，我先去洛城给您查查，看看那姑娘究竟怎么样。去吧。好嘞。1万两，1万两银子，我帮你给娘说说未来嫂嫂好话。我给你5万两，我保证把嫂子夸得跟天仙一样。你嫂子性子不太好，见到她之后多让着她些。放心吧。你们两个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走了。孩儿也告退了。站住！你想去哪儿？离洛城城主举办的商宴日子不剩几天了，孩儿得准备些礼物，赶回洛城。商宴？不错，城主意在商宴上选出统管整个洛城商业的会长。那这场宴会我可不能错过，一起去吧，正好看看把你勾得魂不少舍的狐狸精究竟什么模样。您不是已经让裴宇去了？你弟弟比你还不靠谱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刚才在说什么。东西呢？闺女，你这请帖做什么？这是苏家少夫人的请帖。如果我拿着这请帖去了宴会，哪怕我不是苏家的少夫人，也有机会成为别人家的少夫人。什么？你要去参加宴会？不行啊！要是让人拆穿了，娘在苏家这活儿就没法干了。怕什么？你不是说苏少爷回老家参加不了宴会了？
那谁能拆穿我？你怀里藏的什么？拿出来。这是我打扫房间捡到的少夫人的钗子，我得还给她。好漂亮的钗子，少夫人首饰那么多，不差这一个。这是我的了。女儿，你可不能犯糊涂啊！少夫人，今日可是城主府举办的宴会，咱们就步行前来，是不是有点丢苏家的面子啊？本夫人行事低调，不愿意那么引人注目。你们难道不知树大招风的道理？少夫人说的是，小的受教了。要不是今天那个真的少夫人要用苏家的马车，我愿意走着过来。这是哪一家的人？怎么乘坐的马车如此豪华？叶梦离，怎么会是他？少夫人小心，这裙子真不方便。哟，这不是叶梦离吗？你怎么有脸来这儿啊？今日来参加城主府的宴会，哪个不是家世显赫、腰缠万贯？你个乡野丫头也想挤进去？别以为你租个好的马车就能冒充豪门千金了。你们进得，我为何进不得？哼，我们那是陪少夫人来参加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进城主府？还带个丫鬟，装什么世家千金啊？你也配？这身衣服倒是不错，恐怕抵得上你1年的工资了吧？这是咱们绣坊出的衣服。好啊你，竟然敢偷绣坊的衣服，我这就报官，把你给抓起来！蠢货！要是偷来的衣服，想必他也不敢穿在身上，估计是哪个男人送的吧。这打扮完，模样倒是不错，搞不好是哪家少爷养在外面的外室呢？忍住，苏之旭说过，在外面要克制些，太放肆影响不好。果然被您给说中了，他都心虚不敢答话了。忍个屁啊！你再狗叫一句试试！放肆！在城主府门口当众行凶，你这是目无王法。老娘已经是给城主留了脸面了，这要是在山里，老娘能扒了你的皮！在门口再嚣张有什么用？没有请帖，注定参加不了今日的宴会。我们走。请出示请帖。什么请帖？这是我苏家少夫人来参加宴会的。没有请帖，一律不得入内。还要请帖吗？苏之许也没跟我说过有这回事儿啊。两位大哥行行好，你就放我进去呗。我真是来参加宴会的。滚！少夫人，要不我们在外面等等，少爷应该快到了。我今天还非进不可了。小月，你让开！敢在城主府闹事，找死！打架是吧？正好，老娘这些天都快憋疯了。
我能不能进？能不能进？说话！能进！老娘之前可是学散打，收拾你们两个小小守卫，还不手到擒来？住手！青竹，大叔，你是？见过城主。你是城主啊？不错。那你让我进去吗？我是来参加宴会的。可以。我可没请帖，你不能反悔吧？你是知许的未婚妻，无需请帖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那枚玉佩是我送给知许的，他曾跟我说过，将玉佩送给了未来妻子，想来就是你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我这人山里长大的，不懂什么礼数，万一等会儿有人招惹我，害我砸了你的宴会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今晚这场宴会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有城主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先进去了。好，小月，走了。我的女儿应该像她这么大了吧？不愧是城主举办的宴会，还真是热闹。这是何人？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真是不知羞耻。看着面生，洛城家的小姐公子我都认得，可从来没见过他呀。看什么看？在城主府内都如此嚣张跋扈，难不成他是城主千金，或者苏家的那位少夫人？是什么事？这位才是苏家大少将要迎娶的少夫人。苏家少夫人，原来这位才是苏家少夫人，刚才是我们唐突了。无妨，我尚未跟知许成婚，诸位叫我安堂便好。少夫人这称呼，大家还是等我与知许成婚之后再叫吧。婚期都已定下，这声少夫人迟早都是要叫的，就当我们提前恭喜您和苏少爷了，大家说是吧？是啊。看来这苏家少夫人还从未在外人面前露过面，太好了。这位是苏家少夫人，那她是？她不过是我苏氏绣坊的一个小小绣娘而已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混进来的，穿得如此伤风败俗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果然是个下等人。这城主府的守卫怎么回事？竟然能让乡野村妇混进来？少夫人，这个贱人真是没脸没皮，都被点破了身份，还赖在这里不走。毕竟是城主举办的宴会，我们不是主人家，不好直接赶他走。少夫人放心，不过是个小小村妇而已，我这就帮您将其赶出去。你这村妇还不快滚！谁告诉你们我只是一个村妇了？我才是真正的苏家少夫人。真是笑话！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想上位想疯了吧？竟然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大放厥词！少夫人在这里，你都敢冒充？你真以为你这么做没有人能收拾你吗？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毕竟我们之前从来都没见过少夫人。
那女子我见过，她是苏氏绣坊的管事，她跟着的肯定才是真的苏氏少夫人。我刚才听下人说，苏家的马车已经进城了，要不了多久就能到城主府。等苏少爷到了，那不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苏家少夫人了？少夫人，您怎么了？无事。少夫人肯定是被这个贱人给气的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被拆穿，一定得把叶梦离赶走。你来的目的不就是想哪家公子能看上你？你好能嫁入豪门，见势不可为又冒充我。可惜啊，野鸡就是野鸡，穿得再好也变不成凤凰。原来是想来勾引男人的，真是个狐妹子，怪不得穿成这个样子。苏少夫人，赶紧把她给赶出去！对，把她给赶出去！你出去看看你家少爷到了没，催他快点，要是晚了，这宴会说不定就没了。啊什么？快去！今日可是城主举办的宴会，参加之人无不是巨贾名流。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出言不逊，还冒充我的身份，来人呐，把这个胆大妄为的狂徒抓起来！苏少爷到！哎，不是知许，模样倒有些像，难不成他的弟弟苏培宇？哟，这么热闹啊，连护卫都叫来了。诸位是准备在城主府打一架，还不下去？是。少爷，这个贱人对少夫人不敬，您可不能放过她。她就是我未来嫂嫂苏知许，难不成眼瞎了？你家少夫人受气，当然是找你家少爷，找我干嘛？你不是苏家大少苏知许？哼，我什么时候说我是苏知许了？好啊，你竟然敢冒充苏少爷，是这个贱人让你来的吧？装的还挺像，差点就被你给骗过去了。你准备的还挺齐全，不仅自己冒充少夫人，还找人来冒充苏少爷。可这里是城主举办的宴会，你那点小伎俩没用。你笑什么？笑你们蠢啊！被人骗得团团转还不自知，还没我爷爷养的猪聪明。你个贱人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哎呦！一点记性都不长，就你们那小胳膊小腿的，也想跟老娘动手？好身手，还行吧。最近活动的少了，不然那一脚他少说要在床上躺几天。这姑娘有意思，跟那些故作矜持的富家小姐完全不同。你们嚣张不了多久了，等真正的苏少爷到了，有你们好看的。我只说了句我不是苏知许，可没说我不是苏少爷。你们是不是太着急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他难不成是苏家那个经常在外游历的二少爷？猜得不错，我正是苏培宇。可笑，就你还苏家二少爷？我看你是哪个勾栏瓦舍出来的小管吧？这个贱人给了你多少银子，让你来冒充苏少爷？看来我刚才那一脚还是踹轻了。他们骂的是我，自当由我来处理。怎么，你要跟他们打一架？那倒不必。是何人胆敢在城主府闹事？周总管来了！这两个贱民擅闯宴会，多半是想破坏今日的晚宴，阻挠城主选出洛城商会会长，可不能放过他们。没错，周总管，这个贱人不仅在宴会上骗吃骗喝，冒充我家少夫人，还动手打人。这要是传出去了，城主府的面子可全没了。闭嘴！你们两个胡说八道什么？苏二少，小人失察，让人冲撞了您，请您责罚。他真是苏家二少爷，那叶梦离这个贱人岂不是攀上高枝了？要是跟二少爷成婚了，那她也算是苏家少夫人啊。不过是使了些狐妹子手段勾搭上了苏二少，苏二少对她肯定是玩玩而已。就她这种身份卑微的贱民，怎么可能嫁到苏家？责罚倒不必了，你是城主府总管，此事本该由你来解决。不过他们几个都是我苏家之人，还请周总管行个方便。
苏二少哪里的话，既是您苏家人，自当由您来处理。踩低捧高，看不起比你们身份低的人，那你二人不过是我苏氏绣坊的绣娘而已，我是不是也能随意辱骂讥讽你们？祸从口出，自己掌嘴吧。少夫人，你们求他也没用，别说我这个未来嫂子还没过门，就是他与我大哥成婚了，今天这惩罚你二人也躲不过。听他这语气，他也没见过真的苏家少夫人，太好了。今日之事都是误会，你一直不在洛城，知许也没办法介绍咱们两个认识，这才闹成这个样子。二少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跟两个下人计较了。这么说来，倒是我的不是了。没有，二少爷，都是这个贱人，她只是绣坊的一个绣娘而已，却处处跟少夫人作对。是啊，二少爷，他不仅擅自修改了少夫人的婚服，还打着少夫人的名义擅闯晚宴，我们实在是气不过，才说他几句的。这些事本来不该跟你说的，可你也看到了，再不说清楚的话，恐怕你就要被他给蒙蔽了。我这都是为你好。是吗？那是自然。是他们说的这样吗？你既信了他们，又何必问我？我可没信他们的话，我相信你。我们可是第一次见，他们却是你苏家人，你不信他们，信我。不知为何，一见你我就觉得亲切欢喜。或许这就是缘分吧。这话怎么听着怪怪的？知许这个弟弟，好像真像他说的那样，脑子有点问题。我懒得跟他们争论，拳头解决问题最有效。姑娘家的，总是动手可不好。这事儿我一定处理得让你满意。行吧，那你快点，我可不确定我还能忍他们多久。苏二少，若是让你大哥知道你在这宴会上向着外人，他定饶不了你。你还是想清楚的好。饶不了我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整个苏家还没人管得了我，连这个你都不知道？你真的是我哥的未婚妻？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就闭上你的嘴。苏家可还轮不到一个没过门的人说话。少夫人也是惨，还没进苏家门，就先被小叔子给落了面子。看这样子，恐怕成婚之后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啊。是你们自己打，还是我亲自来？对不起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大声点。对不起，我们知道错了。满意吗？还行吧。这城主府举办的商宴着实没什么意思，洛城好玩的地方多的是。今晚西城有烟火表演，一起去看。不了，我的事情还没做完呢。难不成你要竞选洛城商会的会长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倒真想感受感受做洛城商会会长是什么滋味。想当商会会长可不能只靠拳头。祝你成功，我就先走了。苏二少，我送您。少爷，小月，你不陪着少夫人在这儿干什么？少爷，不好了！晚宴上有人冒充少夫人，还煽动众人要对少夫人不利。叶梦离，别以为有苏二少给你撑腰，我就会放过你。你一个身份卑微的下等人，休想进我苏家的大门！竟然教唆苏二少！叶梦离，你这个贱人，心肠真是歹毒！怎么，苏培宇刚走你们就硬气了？之前打没挨够？你少嚣张了！没苏二少护着你，你早就被赶出城主府了。念在同乡的份上，
你现在跪下给我磕头道歉认错，我就饶过你这次。否则，哼，否则什么？你打得过我吗？你一个人再能打又如何？信不信我多叫几个人，把你衣服扒光了扔到大街上去？那你尽管来试试。来人啊！把这个以下犯上的贱人衣服扒了，扔出去！什么？竟然有这种事！知许，你要做什么？娘，还是得先赶去城主府，晚了只怕就来不及了。站住！怎么急成这个样子？你看看，这还没过门呢，就把知许勾得魂儿都没了。这婚事我才不会同意。娘，您消消气，苏知许那是没良心才这样，我就不会。那个，我刚才在晚宴上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姑娘。什么？娘，您放心，就我的眼光，那绝对没问题。有资格参加城主府晚宴的，起码也是豪门千金。你倒是比你哥强多了。你快点赶车，跟上你哥。啊，我才刚出来。啊什么？快点！走。来人啊！把这个以下犯上的贱人衣服扒了，扔出去！苏少到！你刚才说要把谁扔出去？少夫人，少爷都来了，您还怕什么？少爷，这个贱人屡次冒犯少夫人，你可要给少夫人做主啊！是啊，少爷，你可不能轻饶了这个贱人。闭嘴！这有你们什么事儿？还不滚！少夫人，滚！奇怪了，苏少爷到了，少夫人不该更有底气了吗？怎么反倒拿自己家人出气了呢？少夫人看起来有些心虚啊。知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何人？奇了，苏少爷竟然不认识自己的夫人，难不成是还没成亲，两人没见过面？她是假的苏家少夫人，知许自然没有见过她呀。不错，我苏知许将要迎娶的夫人，只有叶梦离一人。什么？这个少夫人是假的？好啊！竟然骗了我们这么久，原来她才是假的。我一早就看出来叶姑娘的气质不凡，原来您才是真正的苏家少夫人。她竟然是我嫂子！谁说她是苏家少夫人了？谁说她是我苏家少夫人了？她一个乡野丫头，也想攀上我苏家这个大树，做梦！娘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错了吗？她一个无父无母，自小生活在乡野的丫头，怎么配得上你？再说了，我苏家可是落成世家，娶妻自然也得是世家千金。这种女人娶进门，只会丢我苏家的脸。老夫人，我虽然不是什么世家千金，可我也从来没有想要攀附过苏家。我与知许是两情相悦，有什么配不配得上的？笑话！婚姻大事自古以来就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哪儿来的什么两情相悦？我不松口，这个婚你们就成不了。婚期已定，就算您不同意，我也一定要娶梦离为妻。不行，立马退婚，不然这苏家之主的位置你就别坐了。好了，都少说两句。这里是城主府，可不是苏家。你们两个在这吵起来，是想让别人看我们苏家笑话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这差子，这是城主府的差子，他难不成是城主府的千金？苏知许，你想成婚可以，不过我是不可能让你去娶一个乡野丫头。你未来的妻子至少也是像这位姑娘一样，是个世家千金才行。世家千金？就她还世家千金？不错。
看来苏老夫人将我当成了世家千金，这可太好了。我的钗子怎么在你那里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还给我！别以为你是苏家少夫人就能抢我的东西。这就是你找的妻子，见到别人的东西好就直接抢，真是没教养。这钗子我见过，本来就是梦里的。真是可笑，这钗子乃是城主府所出，她一个乡野丫头，怎么可能跟城主府扯上关系？原来是这个钗子的原因。城主府的千金，这个身份可比苏家少夫人高多了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可不能错过。你凭什么说钗子是你的？你有证据吗？这钗子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，我不可能认错。这种话谁不会说，可算不得证据。我小时候在山上玩闹，被树枝划伤手指，血染到了钗子上，沁了进去，所以钗子上有着一道血痕。还真有一道血痕，难不成这钗子真是他偷的？真是可笑，这种故事谁不会编？我还说这道痕迹是钗子上本来就有的呢。这钗子本来就是我的，是你编再多的理由也改变不了的事实。看到没有，这就是你一心想娶的妻子，见到别人的宝贝，想方设法的要抢到手。这种贪得无厌的人，休想进我苏家的大门！安堂，你不仅冒充我的身份，还偷我的钗子，你真以为我拿你没有办法吗？怎么，说不过想要动手了？在场这么多人可看着呢。会不会是你看错了？我看这钗子也没什么特殊的地方，说不定有不少相似的呢。他哪里是看错了？他就是想借着苏家少夫人的名号以势压人，从我手中夺过这个钗子罢了。这钗子本来就是我的，你再胡说八道，老娘撕烂你的嘴！老夫人，救命啊！苏之许，你看看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要动手脚，这种女人毫无教养，野蛮至极，我就是死也不会让她进苏家的门。娘，这都是误会，梦里也是被气急了，才会如此失态。别以为你躲老夫人身后，我就不打你了。冷静。刚才是误会，现在还是误会吗？我一点没说错，她就是一个没有家教的野蛮人。梦里，我们先服个软好吗？你再动手，对你对苏家的名声都不好。你竟然不向着我！我也是为了你好。说什么为了你好，不还是向着外人？闭嘴！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老夫人，叶梦离她从我身边抢走了知许也就罢了，这钗子从小我便随身带着。我母亲走得早，只留下了这么一只钗子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孩子，真是苦了你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那个野丫头动不了你分毫。我想起来了，20年前，城主成婚当日，城主夫人带的就是这只钗子。什么？难不成她就是城主那丢了10多年的千金？说到这，我倒是想起来，10多年前，在城主夫人诞下千金后不久，不知何故，城主夫人与千金一同失踪，至今还未寻回。这么说来，那她就是城主千金了。这么大的事情，可得赶紧通知城主啊！叶梦离，就算你是苏家少夫人又如何？我现在可是城主千金，你还是要被我给踩在脚下。真是骗人骗久了，连自己都给骗了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你自己心里清楚得很。你说这话无非是在嫉妒罢了。以前你就不如我，想着自己要嫁到苏家，以为自己翻身了，结果没想到吧，我还是比你强。可笑，我从来就没跟你比过，一直是你咬着我不放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把我的钗子还给我。
你想干什么？滚开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这个贱人，把我的钗子还给我！城主大人到！拜见城主。父亲，我可算找到您了。你是？父亲，我是你失散多年的女儿啊，我有信物的，就是我娘留给我的珠钗，现在被这个贱人给抢走了，您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怎么是你？城主，这钗子是我的，你可别轻信了小人。能让我看一下你手里的那只钗子吗？城主，你可姓顾？不错。那你小心点，别给弄坏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17年了，终于找到了。城主大人，这钗子不是这个乡野丫头的，她是从安堂手里抢来的。是啊，父亲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这些年来，我找你找得好苦啊！知许，像安堂这样的城主千金才是你的良配，赶紧让这个乡野丫头滚！看见她我就心烦。你娘她现在过得可还好？我娘她早就故去了，临终前将这钗子交给我，说一定要让我找到我的亲生父亲。今日我来城主府就是为了此事，没想到钗子却被叶梦离这个贱人给抢走了，您可要为我出气啊！老实交代，这钗子是怎么落到你手里的？父亲，您说什么？这钗子本就是我的。真是笑话！我娘曾说过，此生不愿与顾姓之人有一丝交集，她又怎么可能让我去找我的亲生父亲呢？你娘她真的这么说？不错，不过在我娘临终之时，我听见她叫了一声顾郎，我想她心里还是有你的。有我就好，有我就好，是我愧对你们母女。城主，你可别被这个野丫头给骗了，她那小心思可是多得很。我儿子就是上了她的当，宁愿舍了苏家家主的位置，都要娶她为妻。是啊，父亲，你可千万不能相信这个贱人说的话呀，她嘴里没有一句话是真的。你问问在场的人，那钗子我可是从一开始就带着的。住口！我自己的女儿，难道我还不认得吗？孩子，这些年苦了你了，你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父亲向你保证，一定会爱你护你，不再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。我现在脑子有些乱，你让我再想想。是我太着急了，这钗子你收好，等你什么时候想通了，随时都能回家。城主大人，梦离是我即将过门的妻子，照顾她是我这个当丈夫该做的事情。梦离是我的女儿，她的婚事还得由我来做主。我若不同意，你休想娶她。城主大人，你们不过今天才相认，我跟梦离的婚期可是早早就定了下来，这可是梦离的爷爷亲口应允的。就凭刚才苏夫人贬低欺辱我女儿的表现，我女儿嫁到你们苏家以后还能有好日子过？你们两个的婚事就此作罢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
我也没想到，我这个未来儿媳妇是您的女儿啊！城主大人，您放心，梦离她嫁到我们家，我一定会好好待她，不让她吃一点苦。我可不聋不瞎，苏夫人，你刚才的所作所为，我可全看在眼里。你们苏家，我城主府可高攀不起。这有话好商量吗？没什么可商量的。苏之许，原本我还挺看好你，举办这场宴会，本就是为了推举你做洛城商会的会长。现在看来，你这个人德行有亏，这晚宴不办也罢。周阳，送客。诸位，请回吧。梦离是我的未婚妻，要回也是跟我回苏家。苏之许，我看你是脑子被驴踢了。别说我不同意跟你梦离的婚事，就是同意了，那也没有姑娘还未成婚就住在夫家的道理。哎呀，你俩等会儿再吵，我还有事儿没办呢。我们的账是不是该算一算了？这个冒牌货脸皮可够厚的，先是假冒少夫人，当众辱骂姬风真少夫人，接着又要假冒城主千金，演的还真像，大家都差点被他给骗过去了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没说过我是谁，都是你们家少夫人的身份安在我身上的。来人，将这假冒我女儿的贱人拿下！等等，这件事情我想自己处理。好，都依你。想来你也不会承认自己有问题，我也就不多费口舌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打死你个！还他妈敢冒充老娘！看老娘不抽烂你的嘴！打完收工。神清气爽。把人带到地牢。手疼不疼？我可还没原谅你呢。闺女，你气也出了，跟爸回家吧。你的房间我一直都给你留着呢。城主夫人到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父亲，我听下人说宴会上出了些乱子，所以特地跟母亲过来看看。父亲，哼，说什么忘不了我娘，原来早已另娶他人。放心吧，都已处理好了。青儿，来见过你姐姐。姐姐，城主大人，既然事情都已处理完，那我就不再次多叨扰了，告辞。等等，梦离，我知道你对爹爹有怨恨，能不能给爹爹一个机会，回到爹爹身边，让爹爹好好补偿你？这位就是叶姐姐的孩子吧？怀德他可是找了你们母女好多年，你可得在顾家多住些时日，多陪陪你父亲。什么叫多住些时日？梦离是我的女儿，顾家就是她的家，她自然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老爷，这你可误会我了。我是听说梦离她即将要与苏家的苏之许少爷成婚，这成婚的女子怎好在娘家久住？成什么婚？苏之许这人德行有亏，我已经取消了梦离与他的婚约。城主大人，我说过，我与梦离的婚事是梦离的爷爷亲口应允的，1个月后便是我2人大婚之日。您若愿意，这高堂之位我给您留着；你若不愿，大可以不来，这婚礼一样能办。苏之许，老夫从前看你是个人才，才对你礼让有加，还真以为你一个小小的苏家能与城主府相抗衡了？之许，别乱说话，是我们苏家做的不妥了。梦玲如今可是城主千金，这该有的3媒6聘之礼，自然是得按规矩来。
我说了，他们二人的婚事。苏夫人说的是，梦离乃是城主千金，这婚礼的规格自然是要往高了办。只是这婚礼时间恐怕要改一改了。你才刚认回女儿，就取消她的婚事，于城主府名声不好，不如先想办法拖上一阵子。那就先按你说的办。城主夫人，您二位尽管放心，我这就着手重新准备聘礼，并请苏家族老重新选定良辰吉日。那就劳烦苏夫人多费心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苏家本就是洛城首富，如今又和城主府联姻，这洛城第一世家之位，恐怕非苏家莫属了。是啊，以后生意上可要多多仰仗苏少爷了。我不同意。怎么了，梦离？可是对我的安排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我们二人的婚事自当由我们二人说了算，嫁不嫁他，什么时候嫁，我自己决定。梦离，这婚姻大事向来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如今乃是城主千金，你的婚事自然由我跟城主来决定。你可不是我的娘亲。城主大人，您既然已经续弦，又有了女儿，那就管好你顾家的事。我姓叶，跟你顾家可没关系。苏之雪，我们走。真是没教养。住口！她是你姐姐，这话是你能乱说的。哼！等等，你的婚事，你想自己做主没问题，爹爹可以不再干涉。7日之后，我会在府内摆下认亲宴。我要向所有人宣布，你是我的女儿，并将顾家家产尽数交给你。梦离，你可一定要来啊！自己的婚事自己做主，有意思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我们要去哪儿？去哪儿？你还好意思问我去哪儿？我是哪儿做错了吗？明知故问。看来我有必要重新考虑考虑我们的婚事，等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吧。梦离，不许跟过来。吵架了？与你何干？对，与我无关。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？你怎么来了？这客栈你家开的，你能来我就不能来了。哎，这是我的酒，想喝自己买去。你可是我嫂嫂，请我喝个酒不过分吧？谁是你嫂嫂？我跟你哥能不能成婚，那可还说不准呢。哦，那这顿我请，行吧？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能反悔。小二，再拿10坛酒来。客官，您的酒。这么多，喝得完吗？认怂就结账走人。得，今天我就舍命陪君，舍命陪女侠了。爽快！娘，爹也太偏心了，竟然要把顾家所有的家产都交给叶梦离。他一个要成婚的人了，把家产给他，岂不是全便宜了苏家？平时怎么教你的？遇到事情要冷静，这点事儿就让你失态了。我这也是为您抱不平啊！您替父亲掌家10多年，结果到头来却替他人做了嫁衣。什么他人？她是你姐姐。什么姐姐？咱们家就只有我一个女儿，我才不会认她。这些话你在娘的面前说说可以，在别人，尤其是你爹面前，可千万不能说，知道吗？女儿知道了。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谁说这家产
你爹就一定会交到叶梦妮的手上了。娘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这个姐姐啊，说好听点儿叫生性豪放，不拘小节；说难听点儿呢，那就是水性杨花。要是出些什么事情，名声坏了，以你爹那极其注重顾家名声的性子，别说这家产不会交给他，恐怕这个女儿他都不会认了。女儿明白了，你明白什么？别想着去做傻事。娘，你放心吧，女儿自有分寸。你们娘俩在聊什么呢？爹，没什么，我正考教青青的功课呢。你看看你，让你背的那些诗文全都磕磕绊绊，还不回房好好温习功课。我这就去，女儿告退。我没跟你商量，就把家产全给梦离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夫妻这么多年，我怎么可能会怪你呢？我知道你是对梦离心有愧疚，想要补偿她。哎呀，还是你懂我。也怪我这么多年没能给你生个一儿半女。顾家的家产，与其以后交到你那些子侄手中，不如交给梦玲，也能让她在娘家有安身立命的资本，没人敢轻易欺辱她。说这个干什么？青青虽不是我们亲生的，可我们不也一直拿她当亲女儿来养？我这辈子有你我就知足了。呵，剩那么多你养鱼呢？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，这就不行了。在外面站一晚上了吧？再不进来，我可就把人带走了。还挺能喝，要不是我用内力化解酒劲儿，还真喝不过他。孤男寡女，在此饮酒至半夜，你就不怕坏了她的名声吗？她可是你未来嫂嫂。未来嫂嫂？你也知道你们两个还未成婚呢，那我们做什么事情，你管得着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多简单呐！我挺喜欢他的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又没醉，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你们两个现在可没有婚约，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代表我可以娶她。苏培宇，你疯了！我没疯，你要是保护不好她，那就让我来。我可不像你，把面子看得比家人还重要。我看你醉得不轻，今日我先不跟你论这些。你怕了？我会怕你？也是，你怎么会怕我呢？自小我就不如你，无论做什么你都能压我一头。不过感情可没有什么优秀与否，你若是对他不好，我自然能把他抢过来。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。梦玲从来不是什么物件，不是你想抢就能抢走的。我偏要试一试。咦，怎么有2个苏培宇？是我眼花了吗？哦，2个人啊！来，咱们继续喝。别喝了，你都醉了。我才没醉，来，我们继续。苏之雪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带你回家。回
回家？回什么家？娘亲走了好多年了，爹爹也娶了别的女人，我早就没有家了。你还有我，有我们的家。真的吗？那我要回家。好。客官，你还没结账呢。让他付。我今天出门着急，没带银子。几位穿着华贵，不能在我这小店里吃霸王餐吧？我手腾不过来，你帮我把钱袋拿出来。多谢客官。钱袋还我。这上面的绣花太丑了，不适合你，以后我给你换个新的。这是你嫂嫂给我绣的。她绣的好，那我就更不能给你了。你别说，这花绣的还挺别致。哼，幼稚。我之前说的可没在开玩笑。你若是对她不好，我定会把她从你身边抢走。那你便放马过来吧。行了。哪里来的小郎君，挺俊俏啊。小郎君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我之前怎么没有见过你？你喝醉了，还害羞了，真可爱。来，让姐姐亲一个。老实坐好，我们快到家了。我不管，亲一个。嘿，逼老娘来硬的是吧？乖乖的，让姐姐亲一口。少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喝多了，你去熬一碗醒酒汤送到房里。我没喝醉，没有，再来一坛，我们接着喝。还愣什么？快去吧，少夫人有我照顾你。是，少爷。少爷，汤煮好了，先放着吧。少爷，要不您先回去休息吧，少夫人我来照顾就好。毕竟你们两个还未成婚，现在又很晚了。您继续待在少夫人的房间不太好。那就麻烦你了。都是奴婢该做的。去给我打些水来，我要洗一洗。是，少爷。谁？是我。酒醒了？还行吧，不过脑袋还有点疼。你先出去，我换身衣服。你就直接换呗。你直接换呗，又没有外人。你怎么像个女土匪一样？这话说的，我可不干那土匪的勾当。大不了我转过去不看吗？你快点哦。换好了没有？我可要回头喽。你想干什么？之前是谁在马车上非要亲我的？现在本少爷可以给你这个机会。那什么，那都是喝醉了说的胡话，你别的当真哈。刚才不是还要让我在你面前当面换衣服？这么想看，要不要解开给你看看？不用了，我就是开个玩笑。是吗？可我现在可没在开玩笑。少夫人，
没看到。进去。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也没兴趣知道。我父亲是如今洛城的城主顾怀德。你是城主千金顾青青？我能将你从牢里提出来，就能把你再送回去。你的命现在握在我的手里，懂吗？民妇安桃，但凭小姐吩咐。不错，看样子还是有些脑子。不知小姐想让我做些什么？很简单，我要你回到苏氏绣府。回去？我得罪了苏家大少跟苏家少夫人，怎么可能回得去？这些我已经打点好了，你只管回去便是。回去之后呢？替我盯着叶梦离，我要知道她的一举一动。就这样，没有别的了？目前就这些，在我没有下一步的命令之前，不得轻举妄动，懂吗？是，小姐。见过少夫人。少夫人？对了，之前城主府发生的事情，他们都还不知道。年里，都忙去吧。你跑这么快做什么？你们知道我刚才看见了什么吗？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啊！我刚才看到苏少爷亲自送叶梦离那个贱人来绣坊了，这个贱人竟然勾搭上了少爷，说不定过段时间就要被苏少爷纳进府里做妾了。你们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我说的可都是真的。少夫人，你在啊？少夫人，你可得好好管管叶梦离那个贱人。她就算勾搭上了苏少爷又如何？您才是苏家的少夫人，她顶多是个小妾，可不能让她继续再嚣张下去了。不过是个小喽啰而已，我才懒得理会她。少夫人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那个贱人如今正得宠，你若是不灭灭她的威风，她可就真的要爬在您的头上了。是啊，夫人，少爷将她安排在绣坊，说明短时间还没有纳她进门的打算。这段时间，您可得好好磨一磨她的锐气。不如将绣坊内那些脏活累活都交给她去办，将她治得服服帖帖的。就算她以后进门了，不也随您拿捏？这……少夫人，您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们自会替你办好。哟，都在呢。安堂，你竟然被放出来了，运气还真好啊！你怎么跟少夫人说话呢？把这些衣服都洗了去。少夫人，你们不会还以为安堂是苏家少夫人吧？什么叫还以为？少夫人就是少夫人，你别以为你勾搭上了苏大少就能上位了，你顶多就是个妾而已。安堂，是你自己说，还是我替你说出来呢？说什么？没听赵主管让你把这些衣服都洗了，还不快去！你想干什么？叶梦离，你想要以下犯上不成？以下犯上？到底是谁在以下犯上？你快放开少夫人，不然我定要禀报少爷。禀报少爷？你问问他，看他敢让你们说吗？你什么意思？真是被你们几个蠢笑了。谁是苏家的少夫人？你们到现在还没看出来吗？还不说实话？我是冒充的，我根本不是什么苏家少夫人。叶梦离她才是苏家真正的少夫人。什么？
不是少夫人，那你怎么早不说？我从来也没有说过我是苏家少夫人啊，是你们一开始就把我当成了苏家少夫人，我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。你这个贱人！行了，别打了。他那脸本来就肿，再打就烂了。是少夫人，少夫人，都是这个贱人，害得我们误会了您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跟我们这小人计较了吧。只要你们少在我脸前晃悠，之前的事情我可以不去计较。多谢少夫人，多谢少夫人。行了行了，哪凉快哪待着去吧。之前的事情，你也算是受到应有的惩罚了。念在同乡的份上，我可以不让你走，继续留在绣坊做绣娘。前提是，你别再给我闹什么幺蛾子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我绝对会老老实实的。是吗？那你先去把那楼衣服给洗了吧。是。这就是你，过来。少夫人有何吩咐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名叫刘云。缝了多少年衣服了？回少夫人5年了。还不错。之前的婚服我总觉得还是不舒服。这样，我画图纸，你再给我重新做一套出来。我的衣服还没改完，苏之徐的倒是先做好了，看起来还挺不错嘛。少夫人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听说您即将跟少爷成婚，特地给您送件礼物。就是你手里的那本书吗？心意我领了哈。不过我这人吧，不怎么爱看书。这可不是一般的书，这是专门给新婚的妇人准备的。给新婚的妇人准备的。这个是春宫图。我才不看这个。这有什么的？新婚的妇人那都看这个，不然怎么生孩子？那我就收下了。这婚服做好了总要试的。少夫人您先忙着，我把婚服给少爷送去。好。哎呀，羞死了！我们苏氏绣坊可是如今洛城最好的绣坊，相信您一定可以挑选到最心仪的衣裳。我看看吧。小姐，婚服改好了。这个，客人，这个可不能碰。你们的衣服拿出来不就是卖的？我为何碰不得？这件可是我从南都进的锦缎，找了10多名手艺顶尖的绣娘缝制而成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这是我用来成婚的婚服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真是没礼貌。是我也得被气走。你说什么？小姐，这已经是你今天气走的第8个客人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们绣坊就要倒闭了。行吧。哎，不对啊，婚服刘瑜不是一早就送过去了吗？你送的什么？就是屋里的那个盒子啊。
鬼鬼祟祟的，干什么呢？少爷，属下这不是知道您好事讲金，所以特地来给您送件礼物。哦，什么礼物？这可是小人花了大价钱买来的春宫图。少爷，这可是唐寅所画，宝贝的很啊！要是湿了，可就没法看了。行了行了，你这礼物我收下了，出去吧。好嘞。对了，少夫人派人将做好的婚服送过来了，就放在一旁的盒子里，您记得试试。知道了。怎么送了2件过来？不能打开！不能打开！怎么了？那个刘云将我的婚服也一起送了过来。按照我老家的规矩，成婚之前，新娘的婚服是不能让新郎看见的。原来如此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好。咦，你给我写婚书了吗？还挺有心的嘛。那什么，我们老家的规矩，婚书得在婚礼上宣读，在这之前不能让新娘看到。好。少爷，那个老夫人让你去一趟，说有事情找你。你的书湿了，我帮你拿出去晾晾吧。我们要不再试试？那就再试一试。大哥，万香楼出了几道新，打扰了，你们继续。我先回绣坊了哈。嗯，好。那什么，今天天气挺不错的，是吧？你看这太阳多亮啊！二少爷，今天是阴天，你怎么那么多话？你们2个还在这干什么？该干嘛干嘛去！看我干什么还不走？少夫人，你怎么累成这个样子？都怪你送的春宫图啊！还有小月，就是她把衣服送错了，害得我今天差点丢脸。少夫人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太明白？你不用听明白，小月人呢？应该出去了吧？我刚才听她说要去街上买点东西。等她回来，让她过来见我。是。小姐，怎么样了？这些时日，她只是在督促绣娘重新制作婚服，并未有何异常。过2日，苏氏绣坊会有批布被王氏布庄扣着不发货，你想办法让叶梦离去处理此事。是，奴婢明白了。这是程朱府的马车。奇怪了，程朱府有什么人会去针对叶梦琳呢？袖口这儿还是有些大了，得再改小一些。裙摆这儿层数有点多，去掉2层吧。
怎么回事？慌慌张张的。咱们绣坊需要的布匹本来昨日就该到了，可是今日都还没有送来。布匹是哪家出的？王氏布庄。走，跟我去王氏布庄问问，究竟是怎么回事。等等，你有何事？这王氏布庄的掌柜我认识，为人贪财，此次不发货，想必是想趁机多要些银钱。赵管事，您去了恐怕也没多大的作用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赵管事去了没用，难不成你想去不成？我的意思是，可以让少夫人去看看。让我去？不错，您是苏家少夫人，身份高贵，您去。王氏布庄的掌柜总要卖你几分薄面，想必他就不敢再涨价了。真是这样吗？以我对王掌柜的了解，应该不会出错。那好，我便去王氏布庄见一见那王掌柜。少夫人，您对这商贾之事了解的还不错，要不属下陪您一起去吧？不用了，你看好绣坊就行，就让安堂陪着我一起去吧。我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该死，叶梦离这个贱人怎么非要拉着我一起去？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你跟着我一起去王氏布庄。少夫人，来，快请进。来人，快去我珍藏的茶叶拿出来。不必了，王掌柜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该送到苏氏绣坊的布匹，你们已经晚了1天了。我来这儿就是想问问，这批货你们什么时候能送？少夫人，我这儿也有难处啊，不是我不想送，实在是前些日子存放棉花的仓库起了火，这布匹实在是织不出来呀。是吗？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事儿？千真万确呀！不过少夫人您放心，我已经让手下的工匠抓紧时间赶制了。您再给我1个月的时间，绝对将拖欠的布匹尽数还上。1个月？王掌柜，这时间也太久了。小人也是没办法呀。您要是不信的话，就随我去仓库看看。我这仓库里现在是真的是1匹布都拿不出来了。那就去看看。您这边请。请看。王掌柜，你不说1匹布都拿不出来了吗？那这些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那自然是布匹了。叶梦离跟人通奸，你就等着被进猪笼吧。王掌柜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少夫人，你要是乖乖从了我，我保证不把今天的事说出去，还让你把布匹都带走，如何？痴人说梦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不知顾小姐找我何事？苏公子，姐姐的认亲宴很快就要举办，我这个做妹妹的总要送些礼物。可我实在不知姐姐的性格喜好，也不知送些什么礼物，只好来找您了，还请您提点妹妹几句。梦离她性格洒脱，不拘小节，只要她喜欢你，你不管送什么礼物，想必她都是开心的。王掌柜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聊一聊。你也是有家室的人，这么做对你也没什么好处，是吧？少夫人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想时间等人来，别做梦了。周围没有一个苏家人，苏大少爷他也有事情被拖住了，没人会来的。被拖住了，看来你们身后有人在指使啊。这么快就被你给猜出来了。不过你就算知道了又如何？谁让你惹了不该惹的人？今天你插翅难逃。小美人儿，
你就乖乖从了我吧。放心，我会很温柔的。少爷，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做事毛毛躁躁的，冲撞了城主千金，你可担不起这个责。无妨，许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呢？二少爷说，少夫人去了王氏布庄，那王氏布庄的王掌柜对少夫人欲行不轨。什么？快走！苏少爷，这两个废物，一点小事都做不好。梦离呢？仓库里呢。梦离，你这嘴可真硬啊！都这样了，还不把你身后的人供出来？知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苏培宇说你来了王氏布庄，不放心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哎呦呦，不放心你过来看看，等你来，黄花菜都凉透了。你闭嘴！梦离，究竟出什么事儿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王氏布庄该给秀坊发的布匹一直拖着没发，我就过来看看。谁知道这个狗东西对我图谋不轨，不想想本姑娘什么身手，3两下我就给他放倒了。你没事便好。王掌柜这人虽说贪财好色，可也胆小得紧，知道你的身份还敢对你动手，多半是受人指使。聪明，你居然这么快就猜出来了。就是不知道这幕后的人究竟是谁。没人会平白无故对付你，你最近是惹到什么人了吗？也没惹到什么人啊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唯一跟我不对付的就是安堂了。今天这事儿他确实也有参与，可他应该没有能力指挥得动王掌柜吧？更何况他就在门外，还被裴宇给抓住了。其实知道安堂参与了这件事情，那幕后之人就不难猜了。为何？之前在宴会上，安堂可是被城主下令关进牢中，如今却被放出来，还参与了谋害你的事情。能做到这些的，整个洛城恐怕也就3人了。你是说城主府？城主他补偿你还来不及，定然是不会做出这些事情的。至于城主夫人，她可是安阳郡主，当今圣上的表妹，应该也不屑对你做出这种事。那唯一剩下的，就只有顾青青。是他就没错了。我说今日他为何突然让我去城主府当中，还说什么不知道送你什么礼物好这种鬼话。奇怪了，他干嘛要对我出手啊？我也就在宴会上跟他见过一面而已，连话都没说一句。能有什么原因？无非是嫉妒你能得到顾家所有的家产。啊？就因为这个？那可是顾家的家产啊！我苏家虽说是洛城首富，可是所有的家产加起来，恐怕都不到城主府的30%。这么多？你才刚被城主认回来，城主就要将这么多的家产交给你，那在顾家生活了10几年的顾青青怎么可能会愿意？说的也是。更何况，咱们这个城主千金啊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风轻云淡，一副世家千金小姐的端庄样子，可是背地里可没少做龌龊事。这事儿是他做的，也不算意外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说起来，她也算是我的妹妹，我总不可能去城主府把她给打一顿，可不揍她吧，我又出不了这口气。不是什么事情都动手才能解决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你好好的出一口恶气。你想做什么？还有几日，便是城主府的认亲宴了。他顾青青既然想要毁了你，那我就让他在整个洛城身败名裂。你想在认亲宴上揭穿顾青青，可现在都是猜测，没多少证据啊。这不是有现成的2个人证吗？你刚才吃的是我从西域得的毒药，10日之内没有解药，你就会化成一滩脓水。那药丸入口即化，你吐不出来了。苏少爷，你大人有大量，
就饶小人一命吧，小人愿意献上所有的家产。你那点家产我叫来何用？不过饶你一命也不是不可以。小人这就去报官自首，把顾青青如何指使我陷害少夫人的事情说清楚。就自己说得清楚吗？您说，小人该怎么做？我全听苏少爷您的。我要你派人去通知顾青青，就说他交给你的事情，你已经办成了。是。把安堂带过来。行了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没昏过去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！哪儿那么多废话？过去！我不吃，不吃！这可由不得你。刚才的话你也听见了，我就不再重复了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明白。我们走吧。以后别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，知道吗？有什么危险的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多能打，等闲4、5个壮汉进不了我的身。那是你今天运气好，他们要是多安排几个人，还拿着刀剑，你怎么办？要是仓库里面点了迷香，你怎么办？这应该不会这么倒霉吧？这种事情没有应不应该，遇上了那可是有性命之忧，还是要小心才是。好吧，我听你的。走吧，带你去吃顿好的，给你压压惊。那我要吃万香楼的红烧鱼。都依你。那毒药真的会化成一滩脓水吗？我气他们的不过是几个汤丸而已。小姐，您呀平时就是穿的太素了，你看这打扮完之后多好看。好看是好看，就是这衣服太繁重了，抬不起手迈不开腿的，还有这么多的头饰，压得我都快抬不起来头了。这多戴戴也就习惯了。认亲宴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我都饿得不行了。您再坚持坚持，还有1刻钟就开始了。姐姐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爹爹让我叫你过去。好了，走吧。你先下去，我有几句话要跟姐姐说。是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哼，看着跟小白花似的，没想到做事那么恶心。也没什么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哼。要没话说，那我可走了。等等，今天的认亲宴可来了不少人呢。妹妹可是很期待姐姐在认亲宴上的表现呢，等着看你怎么身败名裂。放心吧，这场认亲宴一定会很热闹。欢迎各位来参加小女的认亲宴。诸位想必知道，15年前我不幸遗失了爱女。所幸上天眷顾，我在不久前找回了女儿。我宣布，小女顾梦罗从今日起正式回归顾家。恭喜城主找回爱女啊！恭喜恭喜啊！等等，青青，今日是你姐姐的大日子，不要胡闹。我没有胡闹，我只是不想城主府名声受损。你这话是何意？叶梦离，他就是个水性杨花的贱人，他根本就不配回到城主府。什么？顾二小姐这是在开玩笑的吧？今日可是认亲宴，怎么可能在这种场合开玩笑？我看多半是真的。他果然跳出来了。青青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今日是你姐姐的认亲宴，你说再闹，可别怪你父亲不讲情面。让他说下去。父亲，女儿敢在如此重要的场合说这些事情，自然是有十足的把握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数日前，
王氏布庄有一批布没有按时送到苏氏绣筑，于是叶梦离便前去王氏布庄询问怎么回事。就是那个时候，叶梦离与王氏布庄的王掌柜勾结在了一起，还在王氏布庄的仓库当中行了那苟且之事。这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恐怕是真的啊！没想到啊，这城主找回的女儿竟然是这样的人，城主府的脸都要丢尽了。他说的可是真的？简直荒谬！那王掌柜又肥又丑，年纪还大，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他？我就猜到你会狡辩。那我问你，王氏布庄的那批布没有按时送到绣厂，是不是真的？不错，当日你是不是去了王氏布庄？是。那你有没有跟王掌柜去布庄的仓库查验布匹？去了又怎样？这能代表什么？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？压根就没有的事，你让我承认什么？孤男寡女在空无一人的仓库里待了将近半个时辰才出来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说出来谁会相信？只是查验个布匹而已，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？说的有道理，谁看个布匹要半个时辰？这十有八九是真的了，就看城主要怎么做了。还能怎么做？自然是不会再认这个女儿了。我就知道这个小贱人不是什么省心的东西，还好我苏家还没迎她进门。城主大人，看他跟我苏家的婚事，还是算了吧。我苏家小门小户可高攀不起。娘，你先别急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我想的那样，那是什么样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护着这个水性杨花的小贱人不成？住口！说了这么多，不过是你的猜测而已，你可有凭证？自然是有的。那王氏布庄的王掌柜就在外面候着，父亲，你可以让他进来，当面询问。让他进来。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不肯承认吗？我要是你的话，现在就承认向父亲求情，说不定还能有一线生机。等事情尘埃落定了，你可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，是吗？那我可真得谢谢你的好意啊！我看你能强撑到什么时候？草民见过城主大人。前几日，叶梦离可否去过你的布庄仓库查验布匹？回大人，确有此事。查验布匹之事，只有你们二人吗？是的。是已经很明显了，叶梦离。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老爷，要不先遣散宾客，再解决此事吧。毕竟事关梦离的名誉，这么多人看着，终归是不好。娘，你就别替这个小贱人说话了。她都敢做那些苟且之事，还会要脸面吗？你有什么要辩解的吗？事实摆在眼前，她有什么可辩解的？我的确没有什么好解释的，不如让王掌柜继续说下去。当日究竟发生了何事？还不从实道来！当日叶姑娘在查验完布匹之后，便跟苏大少一起离开了，并没有别的事情发生。不是说行了苟且之事吗？这王掌柜怎么说无事发生啊？多半是怕了吧？毕竟叶梦离怎么说也是城主的女儿，她要是承认了，可是难逃一死啊！你之前明明说你与叶梦离行了苟且之事，现在竟然不承认，是不是叶梦离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确定无事发生？是他，都是他指使我干的。什么？前些日子，顾小姐找到我，说让我侮辱了苏家少夫人。我本是不愿的，可是顾小姐拿我全家的性命要挟，小人这才不得不答应啊！你胡说，我没有。小人没有一句谎话，说的全都是真的。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完完整整的说出来。是。大概10天前，顾小姐找到我，拿我全家的性命要挟，让我侮辱苏家少夫人。后来让我压下要给苏氏绣房的一批布，说苏少夫人会亲自来王氏布庄讨要那批布，让我趁此机会将苏少夫人骗到仓库里，
你撒谎！爹，女儿没有让他做这些。你继续说。小人当时确实是按照顾小姐说的做了，可没想到苏少夫人武艺高强，小人还没来得及做什么，就被苏少夫人给制住了。顾小姐吩咐小人做的事情，小人根本就没做成。爹，你可别信他的一面之词，他们都是一伙的，他们想要害女儿啊！这件事情似乎是你起的头吧？还不说实话！爹，女儿真的是冤枉的。冤没冤枉你自己心里清楚的很。老爷，现在双方各执一词，也没有什么证据，不如先把这王掌柜压下去，等事情彻底调查清楚了再说。这么多人看着，不管谁说的是真的，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，还是关起门来说这些事吧。来人啊，把王掌柜带下去。且慢，我还有一人证，能够证明王掌柜所言不虚。何人？把人带上来。城主可识得此人？他是之前在晚宴上冒充梦林的那人。我记得不是让人将他送进牢里了吗？他怎么出来的？这就得问顾小姐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顾青青，到现在你还要狡辩吗？安堂是谁放出来的？只需要问问牢里的守卫，那就一清二楚。安堂，还不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？请大人明鉴，所有的事情都是顾小姐指使我的，我一个毫无背景的小人物，实在是反抗不了啊！顾小姐让人把我从牢里放了出来，说让我替她做事，将我重新安排回苏氏绣坊，让我盯着叶梦茹的一举一动。后来跟我说王氏不装，欠绣坊一批布没有送来，让我想办法诱导叶梦玲去处理此事。之后呢？我在将叶梦玲带到王氏布庄之后不久，苏二少就到了，将我绑了起来。那王掌柜也被叶梦玲给打了一顿。现在事情很清楚了，顾青青她指使王掌柜跟安堂一起想要害我，可他们没想到本姑娘身手了得，结果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女儿冤枉啊！爹，他们全都是一伙的，合起伙来要害女儿，你要为女儿做主啊！都这样了，你竟然不知悔改，仍要狡辩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诸位，戏也看够了吧？接下来是我顾氏家事，就不留各位了。走吧。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来人啊，把这二人带下去！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再放出来！城主大人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爹，女儿知错了，女儿也是一时糊涂，您就饶了我这次吧。梦林，你觉得爹爹该怎么处理？您这是做什么？梦离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，还请你看在我的情面上，留青青一命。胡闹！你身为长辈去跪晚辈，成何体统？说到底，都是我教女无方，才让她生出这等祸端来。梦离，你要罚，便连我一起罚吧。顾夫人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事情都是顾青青做的，与你无关。我自是知道青青做的这事儿有多么恶劣，可我毕竟是她的母亲，就当我求你了。娘，不用求她，是我害的你又如何？你又没真的出什么事，难不成非要揪着我不放吗？爹，你竟然打我！你明明是最宠我了，
现在竟然为了这个贱人打我！我就是太过宠你，才让你骄纵的无法无天。既然你仗着城主千金这个身份为非作歹，那今日之后，我顾家便没有你这个女儿。你要赶我走？老爷，三思啊！青青虽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可我们养了她这么多年，总有感情在的。你把她赶走了，让我还怎么活呀？只把她赶出家门，已经是顾念这么多年的感情了。不然，就她做的这些事，我非把她关进牢里不可。闺女，咱们走。娘，您的东西我都给您收拾好了。趁着天色还早，日落之前应该能赶到驿站，明日便能到老宅。你要让我回老家？不错，娘，您跟梦玲向来不和，我们两个成婚之后，若是还跟您住在一起的话，总会惹您不快，还是分开住的好。真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，我走还不行？路上小心。知道了。驾！知许，事情都解决了。可惜爹爹只是将顾青青给赶出了顾家，原本还想着让她坐牢呢，真是便宜她了。当惯了千金小姐，没了这层身份保护，她以后的日子可不会好过，这可比让她坐牢还难受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事情解决了，咱们的婚事是不是该提上日程了？这个嘛，等我的婚服改好再说吧。哦，你是不知道，你绣坊的那些绣娘有多笨，干起活来还慢吞吞的，一点都不利索。会不会是你的要求有点高了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没什么，你听错了。你给我站住！老爷，我已经派人将青青送去济宁寺了。多谢老爷。我知道你心里怨我，可我也没办法。我都明白，老爷你也是为了青青好，他做的这些事，哪怕不惩戒他，他也没脸继续待在洛城，待在顾家了。你能想通就好。这次的事情固然错都在青青，可梦离她一个姑娘家，在外面抛头露面的做生意，总归是不合适。毕竟是要成婚的人了，这段日子就让她住在家中，由我教她些规矩吧。如此甚好。顶直了，这都站了1个多时辰了，让我歇歇成吗？不行，你这仪态太差了，一天必须站够3个时辰，不然根本改不过来。3个时辰，我是不是哪儿得罪你了？这是哪里的话？你从小就没有学过规矩，要是不下苦功，成婚前的礼仪可学不完。那我不学了还不成吗？我看学不学也没多大影响。不行，你现在可不是从前那个乡野丫头了。你是城主千金，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城主府的颜面，不能有半点出错。那我也没见顾青青好到哪儿去。你说什么？我难不成说错了？顾青青可是让城主府在整个洛城的民众面前好好露了一次脸，现在外面都还在传呢。把手伸出来！干什么？想打我？我说错什么了？还敢顶嘴！看在你是长辈的面子上，我才屡屡退让。可你也别太过分了，不然……
谁惹你生气了？告诉爹爹，爹爹帮你出气。算了吧，您可帮不了我。看来是礼仪学的不顺利了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您那位夫人是不是跟我有仇啊？一天至少让我站3个时辰，我小时候练功都用不了这么长时间。这也是为你好，毕竟你从未学过这些，离你大婚的日子又不剩几天了，这礼仪方面自然是要多下点功夫。也不知道学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，我前10些年没学过这些，我一样过得挺好。你既不愿意，那咱们就不学了。我就不信，不会这些，苏知心还能借此为难你不成？他才不会，知许他对我可好了。真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这还没过门呢，就这么维护她了。那是，知许他可是女儿要共度余生的人，女儿自然是要向着他了。他知道我喜欢什么颜色的衣裳，知道我喜欢吃什么，知道我最讨厌夏天的蝇虫。青竹，我们的女儿长大了，要嫁人了，你也一定很高兴吧？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深翠眉胭脂红妆，青丝万丈春帐玉纱。送入洞房。相公，我要吃糖葫芦。好，来2串糖葫芦。您拿好。夫人，你慢点儿。